菲律宾海警近期再次闯入了中业岛海域，并对我国的渔船进行了恐吓。结果，我国海军05C 舰前来护航，并且100多艘渔船也在第二天过来了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要说菲律宾这几个月以来，为什么在南海岛礁问题上疯狂地挑衅我国？除了和美国绑定在了一起之外，还要归功于在2月底的菲律宾海警政策发生改变。菲律宾海警宣布此后，将会在南海各类事件上进行炒作。像前段时间还效仿美国，邀请记者乘坐军机进入南海巡航挑衅，菲律宾也带着记者乘坐海警船在南海地区进行巡航。有没有用不说，反正是把这热度炒起来了。菲律宾海警的存在感一下子就上去了。而现在菲律宾海警又开始在岛礁问题上打主意了。由于我国实力的飞速发展，让海军和海警的实力也得到了提升，所以菲律宾这时候想要去那些没被占领的岛礁上搞事情就有点难了。因此现在就在那些非法侵占的我国岛礁上搞事情，像仁爱礁、马环岛、费信岛这些被菲律宾非法侵占的岛礁，都是菲律宾海警经常搞事情的地方。不过我国也不可能就这么放任菲律宾这么肆意妄为，因此每次都会对菲律宾海警进行拦截甚至是对峙。而在这几处地方搞事情都遭到我国的反制之后，菲律宾现在又找到了中业岛。虽然中业岛是我国领土，但是却被菲律宾非法侵占了数十年。菲律宾高官更是多次登岛宣示主权。虽然此岛的面积并不大，但是周边的渔业资源较为丰富，因此我国渔船时常在周边打鱼。在这时，菲律宾就不乐意了，在其他地方挑衅我国，碰了一鼻子灰的菲律宾海警就找上了我国的渔船，在中业岛附近海域喊话恐吓4艘中国渔船，要求其离去，不然就要开火进行驱离了。喊话完后，还乘坐摩托艇前往中业岛找援助去了。而从当时中业岛的地图中可以看到，在该岛的港口内停靠有菲律宾海军的登陆艇和登陆舰。在下午的时候，中业岛附近海域又来了一艘汉密尔顿级载机巡逻舰 PS-17 安德烈庞尼发秀号，一些菲律宾的小渔船也前来助阵。从菲律宾的阵仗来看，似乎是要动真格的一样。不过我国并没有选择退让，既然菲律宾要动真格的，那我国就奉陪到底。在傍晚的时候，我国海军的05C 导弹护卫舰现身中业岛周边海域。虽说在舰艇数量上菲律宾占据优势，但要论起战力来，我国海军这次出动的这一艘05C 护卫舰就能吊打全部了。05C 上除了标配的76毫米舰炮之外，还有4组8连装的垂发系统，还能够发射反舰导弹。对这些菲律宾的舰艇来说，就是一款大杀器。因此，在我国海军的05C 抵达中业岛后，菲律宾方面瞬间就低调了很多。原本菲律宾海警喊话恐吓我国的舰艇，现在也没了身影。就这样，大家相安无事的过去了。我国渔船继续在这捕鱼，菲律宾海警老老实实的原地待着，当没看到。有了我国海军05C 的前来护航，我国渔船自然是不用怕菲律宾海警胡作非为了。并且第二天，在距离中业岛100多公里处的纽厄礁上，菲律宾海警发现这突然多了100多艘中国渔船，这可没把菲律宾吓得够呛。菲律宾海警连忙出动2艘摩托艇，前往这上百艘的渔船附近，通过扩音器的方式喊话，要求这些渔船离开。当然，再像上次那样直接恐吓是不敢的了。但结果大家也都知道，没有任何一艘渔船听从菲律宾海警的警告离开，而菲律宾海警也很无奈，毕竟自己就这么2艘小船，真动起手了，1对1的情况下，对付这些渔船是没什么问题，但要群殴的话，自己绝对是被吊着打的。
更别提在旁边还有一艘中国海军的05C 护卫舰盯着呢。对于这些被菲律宾非法侵占的岛礁，虽然我国现在不直接登岛强行收回，但是要派遣舰艇时刻盯防，以防菲律宾在这些岛礁上有更多的动作，比如说开启基建，打造一个军事基地，让美军也能够使用这些基地，从而介入到台海中去。而这些渔船就是我军最好的岗哨，每天叫过来上百艘的渔船过来，一边打鱼一边盯防菲律宾。这也难怪菲律宾海警的压力这么大了。本身这些地盘都是非法侵占的，天天担心会被对方收回。现在每天周边都有几十上百艘对方的船只围着你转，再不出来展示一下存在感，恐怕用不了多久，这些岛礁就会被自动收回了。